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车辆的供电系统。那不管汽车、摩托车，供电系统，所谓的车辆供电系统就是电瓶或者发电机。那其实这两样来讲的话，其实都很重要，因为你电瓶如果不好的话，你无法启动引擎，引擎就没办法带动发电机。那如果你的电瓶是好的，发电机是坏的，这样也不行，因为你有电可以发动引擎，但是发电机的发电量却低于原本该有的标准之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整辆车吃的电就是你电瓶的电。那当你电瓶的电都耗尽以后，车子就熄火了。所以说车辆的供电系统，电瓶跟发电机两个是一样重要。那在前几篇有一次我有聊到，我这台车就是前一阵子台风嘛，因为水汽很重，我有发现我的发电机就是皮带那边有皮带屑产生，而且我的发电机会发出那种滴滴滴滴的声音，就有点类似皮带打滑的声音。后来我发现我的发电机应该不是皮带打滑那么简单，因为如果只是皮带打滑的话，并不会在发电盘的皮带盘上有皮带粉末的出现。然后我那阵子有观察，就是当皮带声出现的时候，我的带数会往下掉，就好像有点感觉就是开了冷气，引擎出现重拖的现象。然后当那个声音消失以后，就又恢复正常了。然后那个声音从一开始的可能短短的几秒而已，突然拉长到10几秒，那时候就发现可能状况不妙。最后我的解决方式是死马当活马医，就是引擎发动以后，朝着发电机上面都很多散热孔，然后我就赶快喷液态的润滑液，喷进去。我是想要借由这样子去赶快去润滑里面的轴承，因为在发电机的前后端，它各有一个轴承去固定它的里面的转子轴心。我在想很有可能是那个滚珠轴承那边生锈导致。那事实证明，我喷完以后这个现象就消失了。当然现在又隔了半个月以上，我又没发动，所以我不太能够保证。但是这个方法，如果你一开始就有感觉到你的发电机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及早做处理，恢复正常的几率会比较高。那今天最主要聊的就是电瓶，这边必须先跟各位沟通一个观念，就是正常来说，一台车辆你在没有拔除电瓶的电源之前，你就算没有发动，它还是一直会在吃电。会吃电的东西就譬如说防盗器，然后车电脑，然后因为防盗器它必须随时做出侦测，譬如说你车门被打开啊，或者说有碰撞，它就会进而发出警报，所以防盗器它是一直在吃电。那车电脑就是它必须去记忆整个驾驶习惯，跟去随时做出你要发动车辆的准备，所以车电脑也是一直在吃电。再来就是音响，因为音响最简单的就是它必须去记忆你的，譬如说收音机频道啊，去记录你设定的时间，所以基本上一辆车子上面这3个东西绝对都会一直在吃电。那
摒除你加装的东西，如果你加装的，比如说行车记录器，它有那个碰撞侦测啊，或者一些比较特殊功能的话，那个也会一直在吃电。那摒除这几样东西以外，多余的耗电都算不正常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聊怎么样去测你的车子有没有偷吃电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测之前，你自己加装，像我刚刚讲的，你自己加装的一些可能会吃电的设备，要先做拔除。譬如说行车记录器啊，譬如说车门要关好，就是钥匙都拔掉，然后让车子恢复到正常的停止状态下，再去做侦测，这样子会比较准。但是因为我平时我是把负电拔掉，所以我现在是先装上去，让这3样东西先有点类似充电，就是把它该使用的电量先传给他们，然后让整个车子的使用电量稳定以后，再做测量会比较准确。那基本上所要的工具就是拆除电瓶装头的工具以外，就是一个电表。那电表来说，我们要测量有没有偷吃电，我们就是把电表打开，把档位转到10A， 转到10A 以后，你要去记得哦，你要把红线转换到10A 的这个插头。你要把插头红色的这个插头转移到10A 的这个插头上，然后档位转到10A， 稍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没办法，真的一只手操作很麻烦，然后手指又还没好。那测量方式就是我们电表的黑笔负电这个黑笔接在电瓶的负电上，然后红色的这个电笔接在拔起来的负电装头上，就像这样子。这个先接在负电装头上，然后把装头拔起来，负电接上去。有没有看到？我显示的是 0.15 0.16， 这个可能有点偏高哦。那对，还是 0.15。那我换一个档位试试看，稍等一下。那这时候我们把档位换到200mA 这边，因为原来的这个红笔的插孔，因为我的电表它红笔插孔，它可以支援到200mA 最高。那我现在就尝试着把红色的笔插回来这边，然后我们再做测量看看。一样红色的接在拔起来的装头这边，然后黑笔接过来负电，超过，所以我的耗电量是 0.15。
所以我的耗电量是0.15 mA。有没有？所以我车子在停放的状态下，我的耗电量是0.15 mA。那这样来说是有点偏高。稍等我一下，我去看看有点在降，变到0.11，很有可能是耗电还没它的怎么说，车上的一些补电装饰，还是我的电笔没有接好。现在掉到0.11，稍等我一下。好，我现在把电笔红色的电笔又插回10A 这边，但是我的档位切换到200 mA 这边，我们再来测试看看。因为有时候这个会跟电表的设计有差别。可能我的电表有点问题哦，它在显示有问题。现在是又掉了。0.06，那应该是我的电笔有点接触不良，稍等我一下，我再打回10A 的档位，再测一遍。这个很有可能是我桩头脏污，店主他的那个测量的有问题。现在变到0.10。我直接用鳄鱼夹接好了，因为这样子我在测量应该会比较准。我把红色的电笔用鳄鱼夹夹住。对，应该是接触不良。我现在显示的是0.10，然后我把档位切换到200 mA。现在显示的是0.6 mA， 那换算下来的话，应该就是0.06 A。
那这样子是有点偏高，因为以正常来说，一台车它最基本的耗电应该在 0.03A 以下，这个是正常。但是这个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车辆，因为尤其像现在的一些新车，它车上的电子零件、电子配备太多了，所以就会导致它停车的时候，它的基本耗电量就会比较高。所以说这个数值来讲，并没有绝对，只能说做一个大概的依据。如果以一般车辆的设定的来讲的话，在 0.05A 以下应该都算正常。如果超过 0.05A 到 0.1A 之间，这个可能就有点不正常，可能要做一下相关的检查，可能什么灯没有关啊，或者说什么插头没有拔起来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车子原车就配备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电子零件的话，那可能你们的基本素质就会很高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今天很简单的车子有没有偷吃电的测量方式。那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